20世纪50年代，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那场战争夺走了中国18.3万名官兵的生命。中朝两国之间也因此铸就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然而，从两国交往史来看，中朝关系并非全是蜜月期。1956年，金日成在朝鲜内部掀起的那场大清洗，就因为祸及中苏两国，让火热的中苏朝铁三角关系迅速冷却。那么，1956年那个黑色的8月究竟发生了什么？身为当事国的中苏又为何对此袖手旁观？1956年6月1号，金日成率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开始了一段长达1个半月的欧洲国事访问。8月29号，劳动党就访欧一事召开归国报告会。然而，在这场会议上，身为领导人的金日成却遭到了政府内部苏联派与延安派的联合挑战。起因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在党内掀起去个人崇拜潮流，并试图着手建立集体领导体制。紧跟苏联老大哥身后的苏联派与延安派遂向金日成提出，在党内反对个人崇拜，放宽金日成个人对党的控制，改变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方针等问题。然而，两派的政见非但没能在党内引起共鸣，反而招致大批党内人士的猛烈攻击。8月宗派事件就此拉开帷幕。自感权威受到挑衅，唯恐出现政变的金日成会后立刻启动紧急预案。金日成官邸附近内阁事务局周边立刻被警戒封锁。领导人护卫旅团进驻平壤市各处交通要道，将首都与外部联系的公路全部切断。同时，位于平壤北部20公里的2个步兵师迅速向平壤靠近，以防发生冲突事件。甚至于，金日成还给民族保卫相金光霞下达命令，要求朝鲜边防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在金日成的雷霆手段下，延安派、苏联派成员被逼上绝路，有人被捕入狱，有人侥幸渡过鸭绿江，逃到中国领土。随后，金日成下达命令，剥夺这些人的党籍，撸掉其身上的一切职务，并要求中国政府将人遣送回朝鲜。8月宗派事件传到中苏后，引发两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苏共、中共都认为需要赴朝与金日成展开谈判，以维持党内团结。同年9月19号，以苏联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为首的中苏代表团前往平壤与金日成对话。在中苏的斡旋下，金日成同意撤销对延安派、苏联派人员的处分，但情况仅仅维持到第2年，金日成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再度对两派发起大清洗，并在全国展开思想整肃。短短1个月内，2000多名两派人员遭到整肃，有人入狱，有人被遣返回中苏两国，也有人流亡海外。而这一次，面对金日成的2次肃清行动，中苏两国却选择了袖手旁观，没有再介入其中，这究竟是为何？实际上，并不是中苏两国不想过问这事儿，而是如果再继续介入下去，极有可能激起朝鲜人民的仇视心理，让三国关系愈发雪上加霜。因为在朝鲜境内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大国主义倾向。当时绝大部分朝鲜民众心目中还存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曾强权统治朝鲜的恐怖记忆。持续长达35年的军国主义枷锁仍然是萦绕在朝鲜民众心头的一团乌云，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人都普遍怀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这种社会氛围下，金日成1945年回国之后，向来以抗日英雄自居，苏联派和延安派也参与到为了金日成塑造民族印象行凶的过程中。因此，在朝鲜人心目中，金日成就是民族主义利益的代名词。与此相反的是，苏联派和延安派在朝鲜非常不受待见。对大多数朝鲜人民而言，两派人士只不过是从海外回来的，脱离朝鲜民众的，甚至连朝鲜话都不会说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同时，苏联派遣到朝鲜工作的苏联顾问在朝期间的表现也引发了朝鲜民众的反感。更加雪上加霜的是，8月宗派事件中的反金日成集团核心人士，在意识到形势不妙，即将受到金日成攻击后，果断逃到了中国。不仅如此，事发后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甚至专门致信苏共和中共告金日成的状，请求两国政府出面介入此事，以反击金日成。这些反金日成派的种种举动，在朝鲜国内大大损毁了两派一开始谈判金日成的名分和大义，掩盖了批驳金日成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权的正当性。金日成果断抓住这个契机，将两派塑造成大国主义侵略者形象，从而激起民愤。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中苏仍坚持介入金日成肃清计划，势必引发朝鲜人民的激烈反对，伤害三国感情。并且，即便中苏想要再度介入，金日成个人崇拜与专权其中问题也难以解决，因为他在朝鲜有着扎实的权力基础。在创建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初期，受到苏联支持的金日成威望最高。1945年，苏联派回到朝鲜时，他们都得到了苏共的命令，帮助金日成在国家建设中成为最高领导人，帮助其塑造民族英雄形象。
除了苏联派，朝鲜建国初期的延安派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因此，金日成自回到朝鲜、进入朝鲜人民的视野以来，一直是民族英雄、国家领导人的绝对正面形象，也是领导朝鲜走下去的不二人选。朝鲜战争过后，金日成虽说未能实现统一半岛的野心，但却通过八月宗派成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苏联派、延安派重要领导人被肃清，金日成在朝鲜政坛毫无对手可言。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在影响力与号召力上都远远无法达到国家领导人的等级。所以，当时苏联派、延安派反对金日成，而谋划发动政变，计划以崔昌义取代金日成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根本不现实。考虑到这一点，中苏也就没了介入此事的必要。除了以上原因之外，中苏选择袖手旁观还有另一层深意，那就是两国介入此事的本质目的是希望维护朝鲜内部和平，维系三国友谊，帮助金日成摆平麻烦。米高扬出发平壤之前，曾先来到中国与毛主席会面，双方就八月宗派一事进行了交流。毛主席披露了2个重要看法。其一，毛主席认为金日成目前对中苏持敌对情绪，中苏朝三国处于关系紧张局面，因此他交代米高扬和彭老总此次前往朝鲜，金日成可能会以为中苏双方想要联手干预朝鲜内政，所以一上来中苏代表团就要表明立场，我们不是为打你而来，而是要帮助你。只有这样，金日成才能改变态度。米高扬对此深表赞同。其二，毛主席还提出，中苏代表团抵达平壤后，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志愿军驻朝鲜守军撤退。他叮嘱彭老总，如果金日成有这样的要求，中国愿意撤军。从毛主席的发言不难看出，中苏领导人对八月宗派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和处理态度。两国领导人都不赞成金日成肃清异己的举动，认为八月宗派事件是不正常的党内活动。尤其是金日成不顾中苏劝阻，直接将劳动党副委员长朴宪勇处死一事，让中苏极为震惊和反感。可尽管如此，毛主席、米高扬在这场会谈中也并未商量直接推翻金日成的方案。两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劝说金日成取消对苏联派、延安派人员一撸到底的决议，恢复被撤职人员的职务，最终使得金日成派与反对派达成和解。因此，在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一再告诫要采取谨慎措施和态度，不能继续激化金日成对两国的恶意。可见，中苏两国本就秉持着友好磋商、帮助朝鲜解决问题的态度前往平壤。然而，在朝鲜国内反大国主义情绪严重，金日成冥顽不灵，且已经将两派人员彻底肃清的情况下，中苏两国这时再介入已经于事无补，只能继续恶化彼此关系。所幸，中苏也就选择了袖手旁观。八月宗派事件是金日成成为肃清异己、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一次清洗运动。此事过后，金日成虽坐稳了在朝鲜的一把手位置，但也让朝鲜与中苏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当然，他的这种举动也对朝鲜本身造成了深远的影响。